那么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这个看职业。那么前面讲过，这个官印相生的比较多，杀印相生大领导。那么我们也不一定。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八字。那么大家都熟能详的八字，那么这个是张作霖，那个是张学良的八字，那么大家都公认的。那么大家来看，首先看张作霖啊，我们东北王张大善的八字。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八字庚辰癸刚格啊，大家知道癸刚格干什么呢？癸刚格我们知道就是练武啊、当兵啊、公检法呀，而且又是庚金啊，所以呢前面也讲过，所以呢其实八字老祖宗总结出这些规律，在我们那些古书写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乱来的，所以大家我们一定要把古书多看啊。其实八字也没有太大的秘诀，有没有就是要多修、多练、多把古书吃透啊，再来总结规律啊，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啊。我们看庚金上的卯月啊，我们这个首先这个八字庚金很旺，那么这个八字是正财格，正财格呢日主是癸刚啊，我们来看这里又有一个金库，所以这个八字日主非常旺。那我们知道庚金就需要火来练，丁甲庚组合，那么这里没有见甲，虽然这个藏了一个亥卯，但是是乙木透出，乙庚又有合金的迹象，所以呢我们看，那么这里配了个印，那么其实这个印呢是思想，但是这个印其实话说来，这个印已经不是用神了。我们知道这个八字的用神喜用神就是木和火，很典型。所以这个八字我们就讲了，所以你看领导啊，那么这个当然出生在这种打仗的年代啊，那么可以说也是东北王。所以呢这个八字首先来讲正财又透出，还是那句话，正财在哪里？在年上，年上为国家单位啊，所以财有没有利？还是有利，但是如果是甲木就更好，甲木的格局会更大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他的儿子张学良评价他的父亲就说，他的父亲是有雄才无大略啊。所以呢这个八字如果是丙火的话，那会力量更好；如果是甲木的话，那么力量就会更大，那么格局就会更高一层啊。所以我们怎么来看一个格局的高低？其实大家来看，那么这里有个官星，那么我们知道官星啊，男人的官星为子女，所以他的这个代表他的子女宫就是在石柱上，所以石柱子星为用神，但是他怎么样？子女是有出息，但是长不长久？不长久，因为丁火没有什么力量啊。丁火喜欢甲木，他不喜欢乙木。我这种花花小草去点这个火，对不对？那么点起来就不像木材一样点的那么旺那么烈，所以呢这个子星为用神，但是无力，不得力，不长久。所以你看他儿子最后啊，因为东北三省失守918事件啊，最后发生西安事变。其实这个八字其实都有很多的迹象啊，所以我们在批八字，别说是那两口子的八字，多仔细研究为什么他是两口子，其实他不是乱来，他一定有规律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么这个八字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癸刚和部队领导的一个八字。那我们看他们的这个他儿子的八字，那么知道他儿子的八字壬水生在事业啊，那么这个八字前是一片水，而且2个阳刃。那么再来看这个八字，就不是那种啊官印相生、杀印相生，有没有？有，这里有，这里面有一个丑土，有一个官印相生。但是巳酉丑会合成金吉，所以煞合成印。虽然这里面有一个戊土是七煞，但是没透出来。但是首先我们看这个八字金白水清，有金白水清的迹象，但虽然不纯，金白水清，所以人长得秀气。我们说的民国的4大男子之一，确实八字金水比较旺的人长得比较清秀啊，才子啊，清秀。加上他有阳刃，阳刃代表什么？我们知道阳刃代表魄力、杀伤力。那么所以呢，这个八字，那么金水太旺，但是这个八字为什么贵气呢？它水生在夏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说的水生在夏天的水就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冬天啊，冬天的火，冬天就借火，那么夏天就要借水，要不然太燥。这个大家也是一个调候。那么古书也记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像这个八字，它为什么是领导？因为阳刃。啊，阳刃
而且这个八字是什么？是这个阳刃太旺。那么这个八字要有什么？要有阳刃。我们古人讲有一句话叫什么？阳刃架煞。那这种八字格局就高。那么这里面的虽然有煞，但是它不太明显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它走的大运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八字，它这个是很好巳火就保护巳火，这个是要用什么？这么多水太大了就会冲田野，那么冲田野我们就要用戊土，对吧？我们就要用戊土去把它挡住这个水不泛滥。那么所以这个八字我们看走到这部印的时候，这部印刚好是35岁可以走这部印。那么寅时相穿，我们知道寅时相穿一穿，这里面的甲木就克掉了这里面的戊土，寅时相穿寅时相穿加上你看所以丙子1936年西安事变丙子年，那丙子年怎么样？我们知道丙子年阳刃3个阳刃都来了所以水非常非常的旺所以呢，大家也就知道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一个八字看领导公务员就是整一个八字很多种并不是钱方面的当然大部分都是官印煞印格局搭配的好没有什么穿冲像这样的格局就更稳。那么有些人他做官，但是他不长久所以呢，具体还是要看具体的八字，好吧？我们这一期那我们就讲到这里。